因觉得他听不懂俄语，混血儿校花每天都用俄语对他甜言蜜语，殊不知男主的俄语听力竟达到母语水平。这是一所中高大学一体的贵族学校，有一位脱颖而出的少女，她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引起校园的轰动，只因她是日俄混血儿，有着妖娆般的美貌，不仅成绩第一，更是运动全能。然而她的性格却很高冷，让人难以接近。面对校草的表白，她毫不留情地拒绝：“我对你没有兴趣，还有你的那身服装违反校规了。”说着，她便将玫瑰花狠狠地捏碎，离开时还不忘用俄语讥笑一番，真令人不悦。众人都好奇，这样的女生会对怎样的男生感兴趣？然而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艾丽莎的倾心对象竟然是懒散成性的男主。他每天不是通宵打游戏就是看动画，此刻他正在教室里呼呼大睡。艾丽莎作为他的邻桌，无法忍受自己被如此忽视，她强忍着怒气，尽量以平和的语气和他打招呼：“早上好，九世同学。”然而男主还沉浸在梦乡中，对他的问候毫无反应。艾丽莎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下一秒他一脚踢向了男主的桌子：“早上好，是不是又熬夜看动画了？”紧接着开始对他进行说教，但看着男主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艾丽莎更加生气。好在老师及时走进教室，这才避免了一场风暴。看着男主睡眼惺忪的样子，艾丽莎情不自禁地用俄语轻声说：“你好可爱。”这突如其来的表白让男主瞬间懵住，他瞪大双眼，困惑地看着他。艾丽莎心中一惊，暗自忖道：难道他听得懂俄语？事实上，男主确实听懂了，只是有些难以置信。他疑惑地问：“刚才说了什么吗？”艾丽莎松了一口气，随便找了个借口：“没什么，我只是说你刚才的样子很难看。”紧接着，他又用俄语调侃男主：“笨蛋，完全没注意到呢。”看到男主认真思考的样子，继续用俄语说：“不过说真的，你认真的时候还是很帅的。”然后他眨了眨眼，调皮地补充道：“不过我一辈子都不会告诉你的。”然而艾丽莎不知道的是，其实他所说的每一句俄语男主都听得懂。虽然男主不是俄罗斯人，也没有去过俄罗斯，但他从小就跟着祖父看俄罗斯电影，久而久之他也会俄语。却儿校花每天都用俄语对他表白，而他却要装作听不懂。最痛苦的是，男主昨晚熬了个通宵，本想趁着上课时间赶紧补个觉，可刚进入梦乡就被邻桌艾丽莎用笔戳醒，痛得他原地弹起，以至于都忘记是在课堂上。他大声质问：“干什么呀？”艾丽莎看到男主这副模样，很是生气：“借我的课本看，还敢打瞌睡，胆子不小！是谁忘记带书哭着来求我的？”由于动静过大，老师也注意到了这边，严肃地问道：“九世，你怎么回事？是想回答这个问题吗？”男主瞬间慌了，刚才一直都在睡觉，哪里知道是什么问题啊？好在艾丽莎及时给他指出了答案。然而当他自信满满的说出答案时，毫不意外，答案是错的。看到一旁的艾丽莎在捂着嘴偷笑，男主这才意识到被耍了。艾丽莎看他傻里傻气的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然后情不自禁地用俄语说了句：“真的好可爱呀。”对于艾丽莎的这个行为，男主已见怪不怪了。他的这个同桌是日俄混血，拥有着妖精般的样貌，不仅成绩优异，更是运动全能，堪称完美主义者。然而他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会时不时用俄语对他嘟哝一些离奇的话。显然他以为没有人能够听懂，但男主是懂俄语的。他称艾丽莎的这种行为为精神暴露狂，故意说一些不得了的话，享受着这种不知道是否会被发现的刺激。男主猜测，或许是因为他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承受了太大的压力，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因此男主认为他说的那些肯定不会是真心话。他担心如果哪天告诉艾丽莎自己其实听得懂俄语，恐怕会被嘲讽他自作多情吧。一想到这里，男主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来。终于熬到了放学，男主突然想起了上午限定的免费抽卡活动快结束了，他匆忙地操作手机，还好来得及，并幸运地抽中了最稀有的 SSR 阅读。可还没来得及开心，下一秒手机被艾丽莎抢走。不愧是顶级宅男，男主立马下跪，并焦急地恳求：“求求你把手机还给我，那张卡可是本期活动限定的 SSR， 出货概率只有0.2%。”然而艾丽莎无法理解男主为何如此激动，她好奇地瞄了一眼手机上的角色，疑惑地问道：“阅读是神话里的神吧？头发为什么是银色的？”男主得意洋洋地说：“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可爱即是正义，银发便是浪漫。”艾丽莎听后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用着俄语自主自语：“明明我也是银发呀，难道我比不过一个虚拟的阅读吗？”她醋意大发，随便找了个借口：“我作为学生会干部不能视而不见。”说完便表示要关机。男主见状瞬间慌了，苦苦哀求着：“直接关机的话是不能存档的，我怎么样都无所谓，请你放过我的小阅读吧。”可男主越是这样，艾丽莎越是吃醋，她毫不留情地把手机关了。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艾丽莎竟偷偷地把自己打扮成了 SSR 阅读，她仔细模仿着阅读的动作，甚至说着一样的台词：“我就是夜晚的主人。”她站在镜子前看了又看，就在这时，姐姐玛利亚突然推门而入，把她吓了一大跳。做的校园女神，每天都用俄语对男主说一些甜言蜜语。虽然本人说是在讲他的坏话，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所说的俄语男主都听得懂。ミラシカ。いや、なんか言ったか。別に。
みっともないって言っただけよ。男同学们都羡慕男主，女神艾丽莎不仅每天都坐在他旁边，而且两人还常常有说有笑。要知道，艾丽在学校中可是公认的孤高的公主，她几乎不与他人交流，但男主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同学们把艾丽莎想得过于神圣了，实际上她是个十分有趣的家伙，虽然有的时候有点变态。然而在同学看来，男主的这番话却像是在炫耀自己的女友。尽管同学有些嫉妒，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男主和艾丽莎确实挺般配的。男主虽然平时都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实际上不仅运动全能，智商也相当高。虽然平时完全不学习，但从不会挂科，而且初中时还进了学生会。就在这时，食堂周围的同学突然激动起来，原来是学生会的3大美女都聚在一起了。孤高的公主艾丽莎去年通过了超级难的转学考试，如彗星一般现世的完美女生。她的姐姐学园的圣女玛利亚，端庄的性格与温柔的母性让人不禁侧目。还有神秘的千金周防有希，出身旧式贵族，代代担任外交官的周防家的长女，真正意义上的大小姐。不得不说，这些美女们真是赏心悦目。就在男主和同学们聊得热火朝天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那个郑进军，我们可以坐这边吗？”原来是有希带着艾丽莎过来拼桌。有希看到男主点的麻婆面，心中暗自窃喜，他果然猜得没错，男主也喜欢吃这个。贵族家的千金就是不一样，在用餐时依然保持着优雅的仪态，连吃一口面都能流露出高贵的气质，真可谓秀色可餐。只是同学们没想到他也会吃这类食物。有希觉得这面味道很不错，只是稍微觉得不够辣，要是桌子上有魔鬼椒就好了，下次学生会开会的时候提一下吧。男主却让他不要滥用职权。接着两人有说有笑的。坐在对面的艾丽莎看到他们聊得如此开心，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犹豫了一下，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请问两位是朋友吗？”然而有希却并没有直接回答艾丽莎的问题，而是突然抱紧男主的肩膀，一脸开心地表示：“我们是青梅竹马。”艾丽被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惊得目瞪口呆。什么青梅竹马？她没想到有希和男主之间的关系竟然如此亲密。同学们都察觉到气氛不对，纷纷找借口离开。男主慌了，这不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这个情况很危险，如果继续留下，其他同学肯定会把他当成后宫戏漫画的男主角。于是他赶紧也找个借口准备开溜，可刚起身就被有希一把抓住。有希笑着调侃道：“你的小心思都被我看穿了。”看着两人亲密的互动，艾丽莎很是羡慕：“你们的关系真的很好呀。”有希理所当然的回答：“是啊，毕竟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在一个学校里了。”艾丽莎也很想和有希成为朋友，但想到自己平时做事比较苛刻，担心有希和自己做朋友也不会开心。然而有希却异常兴奋地告诉他：“其实我早就想和你做朋友了。郑进军总是提起你的事，他说你非常努力，所以很尊敬你。”被拆穿后的男主有些不好意思，连忙否认：“我才没说过那种话。”不过此时艾丽莎的脸却红了起来，用俄语轻声说了句：“什么吗？”男主发现艾丽莎的神情和往常不一样了，他心想：是害羞了吗？或许是察觉到男主盯着他看，艾丽莎更加不好意思了。她用俄语羞涩地再次说道：“笨蛋，别朝我这边看了。”男主假装听不懂，问他说什么时，艾丽莎却嘴硬地回答道：“我是说，就算被你尊敬，也不会让我开心的。”有希似乎察觉到什么，他立刻转移话题，问男主回学生会的事考虑的怎样。男主坚定地回答：“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没打算回去。”艾丽莎听后很是吃惊，不敢相信地问男主：“你之前是学生会成员吗？”有希却一脸得意地说：“看来你还不知道啊，这人2年前在初中曾经是学生会的副会长呢。”雪儿校花每天都对他的废柴同桌用俄语撒娇，本以为他听不懂，但实际上他精通俄语。ミラシカ。いや、なんか言ったか。別に。みっともないって言っただけよ。可愛いってなんだよ、可愛いって。それさっきも言ったよな。Ай, покраснел, крепко как ребенок。当意外得知男主曾是学生会副会长时，艾丽莎震惊得目瞪口呆，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毕竟平时看到的男主不是上课睡觉就是下课打游戏，完全无法与那个曾经在学生会里担任要职的形象联系起来。有希调皮地戳了戳男主的脸颊，带着几分宠溺的笑容说：“也难怪艾丽莎会感到意外，毕竟现在的她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懒散。不过在需要她做事的时候是绝不含糊的哦。”看到两人如此亲密，艾丽莎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桌上的蛋糕很快就被她弄得不成样子。男主见状，心中大呼不妙。艾丽莎知道了他曾经是副会长这类在意形象的人，以后可能会更加严格的监督他的行为。上课睡觉、看小册子什么的，恐怕都会成为他责骂的理由。就在男主思考如何应对时，艾丽莎问他为什么会当副会长。还没等男主开口，有希就抢先回答，说是因为自己一再恳求男主帮忙的。有希还趁机邀请男主重回学生会，并温柔地抚摸着他的下巴，表示自己能依靠的只有男主了。这一幕让艾丽莎心中的醋意泛滥，她手中的叉子不停地在草莓蛋糕上戳动，几乎要把蛋糕变成了草莓酱。她强忍着泪水，边吃蛋糕边用俄语喃喃自语：“副会长，还有青梅竹马什么的，这种事情你可一次都没告诉过我。”午饭过后，有希再次提起让男主加入学生会的事，但被他坚定地拒绝了。等到和男主独处时，艾丽莎一脸失落的样子：“你们的关系可真好啊，没想到你竟然有女性朋友。”男主却不以为然：“这不是很正常吗？你不也是我的女性朋友吗？”艾丽莎听到这个回答，有些不敢相信地反问：“我们算是朋友吗？”男主被艾丽莎这么一问，感觉有点羞耻，但还是坚定地回答：“难道不是吗？”艾丽莎暗自窃喜，她低声呢喃：“确实呢，我们确实是朋友啊。”然而男主并没听到她说什么，于是凑上前想询问。艾丽莎被他的突然靠近
近吓了一跳，心虚的大喊道：“不要随便靠近我，你别跟过来，还有不要用手指别人。”说完就转身朝学生会跑去。男主看着艾丽莎匆匆离去的背影，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她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应。那家伙真让人搞不懂。第二天轮到男主和艾丽莎值日，男主提前到校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心想着我卫生做得这么完美，艾丽莎肯定会吓了一跳吧。然而受到惊吓的却是他自己。只见艾丽满脚淤泥地走进教室，男主急忙询问她的情况，得知她只是在路上被卡车溅到水后，他才松了一口气。艾丽莎让他帮忙从柜子里拿毛巾和袜子。当男主看到艾丽莎脱下脏袜子时，他的心跳突然加速。虽然平时只注意到了她奇怪的行为，但仔细一想，她实际是个不得了的美少女啊！为什么我现在才意识到啊？难道我是变态吗？艾丽莎看到男主满脸通红的样子，觉得实在可爱，让她不禁嘴角上扬，决定挑逗一下平日里总是镇定自若的男主。艾丽莎故意伸出她的大长腿，轻轻地拉了一下男主的裤子，然后迅速换上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用娇柔的声音说：“你能不能帮我穿一下袜子呢？”谁能想到，全校公认的高冷混血儿校花，私下里竟然是一个小可爱。她不仅每天都用俄语对废柴同桌撒娇，还喜欢在他面前脱袜子，略带娇嗔地对他说：“我太累了，能帮我穿一下吗？”然后傲娇地表示：“对你来说这算是奖励吧。”男主也是无语，心里嘀咕着：“你是任性公主吗？不，应该是随意差事部下的女干部吧。”艾丽莎看他迟迟没回应，有些不满地踢了他一脚，嗔怪道：“能不能别逃避现实了？算了，真是没出息。”然后看到他一脸茫然，艾丽莎忍不住笑出声来，调侃道：“怎么？平时看起来那么冷静的你，竟然会因为这种事就心动了吗？”男主被他的话弄得有些尴尬，艾丽莎见他没有动作，便催促道：“快把袜子给我吧！”但就在下一秒，他却用俄语害羞的小声说道：“这对我来说，何尝又不是一种奖励呢？”他以为男主听不懂俄语，殊不知他的俄语水平已经达到10级，听得懂他说的每一句话。男主的嘴角微扬，他缓缓地靠近艾丽莎，将她壁咚在窗边，坏笑着说：“这可是你说的哦。”艾丽莎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慌乱，但还是强装镇定：“什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快把袜子给我。”男主看着他紧张又害羞的样子，心中满是得意，故意凑近他温柔地说：“还是我来帮你穿吧，别动呀，这是没拆过封的呢。”艾丽莎见男主变了个人似的，赶紧表示刚刚只是开个玩笑，但男主怎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单膝跪地，让艾丽莎把脚放在他的膝盖上，可只是轻轻地碰了下他的脚丫，他就紧张到不行。袜子穿到一半时，他更是情不自禁地发出些奇怪的声音。男主觉得此时的艾丽莎实在可爱，忍不住调侃一番：“什么嘛，你刚刚不还嘲讽我没出息吗？现在自己却害羞成这样。”其实男主自己也觉得有些羞人，原本只是打算逗逗他，但既然事情发展至此，就只能一做到底了。然而就在这时，教室的门被推开，男主的2个好兄弟走了进来。幸运的是，他们只顾着聊天，没有发现窗边男主和艾丽莎的尴尬。被紧紧抱住的艾丽莎小声说道：“放开我，你怎么能趁机占我便宜呢？”男主并没有松手，也小声回答道：“你是傻了吗？我现在放手的话，你就会头朝地掉到窗外去。还有，如果被他们发现，只要让他们保密就好了，没必要藏着掖着。可是要怎么解释这个姿势啊？”艾丽丽担忧地问。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兄弟俩居然走向窗边准备关窗户。完了，难不成就要被发现了？他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果然，兄弟 A 刚走到窗边就发现了不对劲。一开始他有点懵，但很快他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迅速找了个借口，让兄弟 B 陪他去买水，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艾丽莎迅速把男主推开，男主一不小心跌倒在地。然而下一秒他似乎发现了什么，一时愣在原地。艾丽莎有些担心，关心地问他怎么了。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怎么一回事。不等男主解释，艾丽莎上来就是一巴掌，并用俄语疯狂地输出：“别一言不发地向上看，给我现在马上全部忘掉。”临走前他还不忘骂句笨蛋。虽然艾丽莎气鼓鼓地离开，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心脏会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而躺在地上的男主还在回味着那一抹粉色。放学后，艾丽莎的心情貌似不太好，她平时就给人一种冷若冰霜的感觉，但今天更是格外的恐怖，感觉她触碰过的东西全都会被毁灭。同学们纷纷猜测，肯定是男主又干了什么坏事，还真被他们猜中了。男主不仅摸了她的脚，还抱住了她，甚至无意中看到了小妹妹。艾丽莎现在回想起这些，心中充满了懊悔，她真不应该去戏弄她，这种感觉真的太丢脸了，好想现在就消失啊！而不知情的同学们还以为艾丽莎是因为精神失常了才这样。男主有点担心，于是他走到艾丽莎的桌前，想要向她道歉。那个关于今天早上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艾丽莎有些慌张，她本能的大声喊道：“喂，你干嘛靠那么近？”但话一说出口，她就后悔了。她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男主见她如此反应，误以为她还在生气，于是他急忙拿出一瓶小豆汤，温柔地说道：“艾丽莎公主，今日之事，我希望能以此得到你的宽恕。”艾丽莎看了一眼那瓶小豆汤，她惊讶地发现这直男竟然知道她喜欢喝这个，这意外的细心让她心里瞬间美滋滋的。她轻轻接过小豆汤，低声说：“那我就收下了。”男主得到艾丽莎的原谅后，准备转身离开，但就在这一刹那，艾丽莎突然慌了，她赶紧拉住他的袖子：“等等，我也要和你说声对不起，就是踢了你之类的。”说着说着，艾丽莎突然害羞地说起了俄语，希望从今往后你能像以往一样做我的朋友。男主故意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问他刚刚说了什么。艾丽莎马上改口：“我是说今天的事情绝对不准告诉任何人。”男主早就料到他会这样，笑着回答：“就算你不这么说，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呀。”听到男主的回答，艾丽莎的心脏又开始莫名的扑通扑通的跳不停。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她努力保持镇定，微笑着向男主告别，然后迅速转身，以最快的速度跑出教室。
没见过如此炸裂的剧情，全校公认的高冷混血儿校花，却偏偏只喜欢废柴同桌，以为他听不懂俄语，却每天都用俄语对他表白，还时不时跟他撒娇。不仅如此，废柴同桌为了和好而送给他的小豆汤，他都视若珍宝，连他的姐姐玛利亚也不能碰一下。敏锐的姐姐立刻就嗅到了恋爱的气息，她好奇地询问艾丽莎：“你和九世君同学发生了什么吗？”虽然艾丽莎极力否认，但姐姐却坚信自己的直觉。她分析道：“我觉得九世君肯定一直在默默关注你，连你最喜欢甜食这种小事都知道。再说，平时那么冷静的你，竟然在学校里与人吵架，这也是极其罕见的。你喜欢他对吧？不知是被说中了还是怎么的。”艾丽莎突然激动起来：“你误会什么了呀？我们俩才不是那种关系。”然而一想到男主，她就不自觉地害羞起来。“我和九世君只是朋友。”姐姐看着艾丽莎的反应，心中已有了几分了然，但她并未戳破，只是微笑着继续问：“这样啊，但我还是好奇，为什么你们会成为朋友呢？你不是一向很讨厌不认真的人吗？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契机？”那是因为艾丽莎从小就知道自己自出生起就拥有了许多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和睦的家庭，无拘无束的生活，令人惊艳的美貌，以及发达的运动细胞。然而她并未因此自满，反而总是渴望能够更进一步。6年前，当艾丽莎在俄国上小学时，老师布置了一项调查作业，做得最好的组将会获得优秀奖。艾丽莎十分重视，既然要做就必须做到最好。为了完成调查报告，她走访了各种店铺，然而她的努力并未得到小组其他成员的响应，他们似乎对这项作业漠不关心，总是以忘记或觉得没什么好调查为由推脱。在他们看来，面包店就是卖面包的，服装店就是卖衣服的，没什么特别之处。反而艾丽莎调查整理出密密麻麻的笔记，却在同学们眼中成了异类。艾丽莎开始感到迷茫，她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她只不过是想全心投入，为何却得不到他人的认真对待呢？当优秀奖颁给了其他小组时，艾丽莎心中的失落达到了顶点，她默默地流下了不甘的泪水。然而更让她心寒的是，小组的同学不仅没有给予她安慰，反而对她冷嘲热讽。那么努力有什么用？这一刻，小艾琳突然明白了，对他人抱有期待，结果却变成这副惨状。与其这样，还不如独自前行。从那之后，为了避免与人产生无谓的争执，艾丽莎开始尽量不与他人产生过深的联系。就算看到那些快乐的人，她也不再感到羡慕，因为她深知只有努力才能塑造自己。后来在初3的春天，艾丽莎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转学到了真领学园，据说是小日子首屈一指的名门学校。她原本满怀期待，但很快就发现，尽管身处名校，她的同桌却似乎对一切都不太上心。当上课预备铃响起，她仍沉浸在睡梦中。艾丽莎出于好意提了个醒，男主一脸惺忪地看向她，愣了一会，才认出她的同桌原来是开学式上发言的转校生。“我叫九条艾丽莎，我叫九世正静。”两人简单的自我介绍后，男主便掏出了藏在抽屉里的小说继续阅读。第一次有男生对自己不感兴趣，艾丽莎也对他感到好奇，不过很快就发现，男主无论是运动还是学习，都显得漫不经心的。艾丽莎对他的兴趣逐渐消退，原来他并非只对他不感兴趣，而是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劲。这种人还真是无处不在呢。转眼到了9月，学园季即将来临，班级决定举办鬼屋活动，艾丽莎被邀请加入服装小组。尽管看到同学们都干劲十足，但艾丽莎一想到小时候的那件事，她就提不起劲来。几个星期过去了，鬼屋的准备工作完全没有进展，同学们开始变得不耐烦了。艾丽莎小组的成员也因各种理由纷纷罢工，但艾丽莎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她认为既然要参与，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哪怕是自己独自完成。然而一个同学的话让她的坚持瞬间崩溃，这只不过是个学园季，再怎么认真也没什么意义。说完就准备离去了，并劝艾丽莎不要太勉强自己。果然和那时候一模一样，因为心不在焉，她不小心弄伤了手指。艾丽莎低声自语：“我只不过是自己想要尽全力罢了，只不过是不愿放弃罢了，只不过是想要成为理想中的自己罢了。”最终艾丽莎还是绷不住了，她用俄语自我安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就算孤身一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在艾丽莎哭得梨花带雨时，男主突然推门而入，艾丽莎被吓了一跳，迅速转过身去，偷偷擦干眼角的泪水。男主注意到她的异样，但并未深究，只是简单的说：“我只是来拿个包，马上就走，你也早点回去吧，明天和大家一起再做就好了。”然而在艾丽莎看来，男主这是毫无责任感的表现，她倔强的没有停下手上的活，轻声回应：“我还想再做一会。”男主看着有些于心不忍，继续劝说：“算了吧，这工作量对你来说也太大了，就算你一个人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吧。”这一刻，一直被艾丽莎压抑的情绪喷涌而出，她激动地诉说着：“你说我无济于事，随便做什么的我才不要，我对决定要做的事不想进行任何妥协，但是我也知道这都是我的一厢情愿，我总想着带领大家一起努力，这有什么不对吗？我究竟哪里做错了？”男主看着情绪崩溃的艾丽莎，轻声地开解道：“你只是把努力的方向搞错了，学园季不是靠个人努力来完成的，大家应该一起参与的，对吧？”艾丽莎却不认同，那种事只是理想罢了，正因为大家做不到才会变成这样，难道不是吗？看清现实吧，让大家一起参与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等艾丽莎发泄完后，男主得意地拿出了合宿楼的使用许可书，微笑着说：“正因如此，我这次要介绍的是这个。对忙于学习和上课的大家来说，短期集中做事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我们能一起合宿工作，大家齐心协力，不仅能够确保工作的进度，还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这样一来，大家都能感受到参与活动的热情，工作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还有关于服装制作部分，到时手工部都会帮忙。”艾丽莎听到这个计划，不禁对男主刮目相看，她好奇地问：“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还有手工部为什么会帮忙？”男主得意地回答道：“我拜托了学生会的朋友帮忙，同时与手工部稍微交涉了一下，他们就同意了。我认为，与其让那些没有干劲的人放弃，不如想办法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有时候，巧妙地依靠他人，反而能得到更好的结果。”艾丽莎听后，心中不禁对男主产生了敬意。她没想到自己的同桌竟然如此有能力和远见，同时她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男主看着艾丽莎陷入沉思，轻声安慰道：“其实我一直知道
你在努力，我只是想告诉你，除了自己努力之外，我们还可以寻找其他的方法。可能是我之前的表达不够清楚，让你误会了，真的很抱歉。我想说的大概就这些了，今天就先回去吧。男主说完便离开了。门关上那一刻，艾丽莎才反应过来，她气得直跺脚。什么嘛，那人怎么回事？明明一直都在偷懒，他明明有能力，却还在偷懒，真是糟糕透了。艾丽莎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但发泄过后，她突然感到一阵害羞，脸上微微泛红。谢谢你，九世君。却儿校花意外地发现，他的废柴同桌其实是个深藏不露的天才。虽然上课时他总是在睡觉，但当他跳起华尔兹时，那种优雅与自如令人叹为观止。更令他惊讶的是，同桌仅用2分半的时间就轻松解决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看着同学们热情洋溢的氛围，艾丽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没想到男主的合宿计划竟如此成功，不仅把同学们都集合在一起，而且个个都很积极地投入到活动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手工部迅速完成了活动所需的服装。艾丽莎穿上后美呆了，男生们纷纷鼓掌称赞，真的好厉害，竟然做得这么好看。听到大家的赞扬，手工部的同学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们能完成的这么好，多亏了那些在前半部分工作中付出努力的同学，他们的纸样和剪裁都非常出色，为我们后续的加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你们知道是谁做的吗？与艾丽莎同组的同学举手表示，那些工作都是9条同学独立完成的，那时候我们没能陪在他身边，真的很抱歉。9条同学，感谢你坚持到最后。此言一出，同学们无不震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竟然是由一个人完成的，真是令人敬佩。这时学员季执行委员站出来鼓舞士气，我们不能输给9条同学，让我们齐心协力，将这次文化季打造成最精彩最难忘的一次。同学们被他的言辞所感染，情绪瞬间高涨，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在这欢腾的气氛中，艾丽莎却悄然落泪。原来这就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场景，一个团结充满热情与活力的集体，共同为一个目标努力。她对男主的情感在这一刻悄然萌发，她心跳加速，目光在人群中不自主地追寻男主的身影，而男主也在默默地关注着艾丽莎，似乎感受到了她内心的喜悦，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很快到了学员季当天，他们班级举办的鬼屋非常成功，外面排了许多人，人气比预期的还要旺盛。艾丽莎小组在鬼屋里扮演了女鬼的角色，来游玩的情侣都会被他们吓得落荒而逃。在盛大的后夜祭中，同学们都齐聚广场，欢快地跳起了交际舞。艾丽莎注意到男主独自一人坐在阶梯上，便走过去与他打招呼，随后坐在了他的旁边。男主好奇地问他，我是因为没有舞伴才坐在这儿的，但你应该很受欢迎，怎么不去跳舞呢？该不会是不会跳吧？艾丽莎无奈地回答，这种程度对我来说小菜一碟，我小时候还学过芭蕾的，我只是怕麻烦，所以都以不会跳舞为由拒绝了。当男主半开玩笑地说，你果然是孤高的公主大人啊，艾丽莎却有些不开心，明明我又不是童话里的公主，虽然我在相貌和学习上可能比其他人要好一些，但我从未有过坐享其成的想法，我才不是什么公主大人，大家都因为我的长相从而无视了我自身的努力，这着实让我有些难过。看到艾丽莎情绪如此低落，男主表示以后不会再这样叫她了。两人沉默了一会后，艾丽莎鼓起了勇气向男主表达她的谢意，谢谢你，九世君，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么有意思的学员季，之前是我错了，一个人的话是无法做到这样的，那个时候对你乱发脾气，我真的抱歉。男主笑了笑回答道，别在意，我没做什么，付出努力的是你自己。虽然男主这么说，但艾丽莎心里清楚，学员季举办的这么顺利都是男主的功劳，他的合宿计划让大家团结一致，营造出良好的环境，寻求各方帮助，激发出大家的干劲，同时也帮助了大家。艾丽莎想到这里，突然害羞地用俄语说了句，重要的是你拯救了我。男主以为自己听错了，赶紧确认一下，你刚刚说什么？艾丽莎又害羞地大声喊道，我是说作为回礼和道歉，你得让我做点什么。不，谁说不需要？好强的威压，但这感觉貌似还不错。男主思考片刻说，在俄国应该有用爱称称呼的习俗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爱称应该是艾丽吧。艾丽莎听到后，脸上闪过一丝惊讶和害羞，她轻轻地点了点头。男主看到她这样的反应，心中便有了答案。他微笑着对艾丽莎说，那我就收下你作为道歉和感谢的礼物，以后就用艾丽这个爱称来称呼你，能成为唯一一个能用爱称称呼校园偶像的男人，想想还真是有点得意。艾丽莎也是无语，真搞不懂这人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一位男同学走上前来，想邀请艾丽莎跳最后一支舞。艾丽莎还没来得及反应，其他男同学也紧随其后，纷纷提出邀请。艾丽莎以不会跳舞为由婉拒了他们的好意，但他们却不肯放弃，一再纠缠。就在艾丽莎即将发火之际，男主握住了她的手，向众人宣布，抱歉，他已经有约了。说完便拉着艾丽莎往舞池走去。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那群男同学气得直咬牙，那小子是谁啊？艾丽公主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当两人来到舞池，音乐恰好切换成了华尔兹的旋律，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艾丽莎显得有点紧张。男主则半开玩笑地说，你不是说过练过芭蕾，跳舞对你来说小菜一碟吗？来，把手给我，让我见识一下你的舞技吧。公主大人，艾丽莎笑着回应，你这家伙胆子挺大的嘛。随后两人便开始了华尔兹的舞步。起初艾丽莎因为紧张而低头不语，男主见状打趣道，别因为紧张踩到脚哦。这句话激起了艾丽莎的好胜心，她不服输地回应道，你还是试试能不能跟上我再说吧。说着艾丽莎便做了一个高难度的回旋动作，她的身体轻盈地旋转，裙摆随风飘动，仿佛一朵盛开的花朵。男主虽然惊讶于她的舞技，但很快就跟上了她的步伐。在华尔兹的旋律中，两人的舞姿时而旋转，时而滑步，周围的观众纷纷发出欢呼声，赞叹着艾丽莎的舞技和两人的默契配合。然而刚才那些男同学对男主羡慕嫉妒
恨的。他们嘲笑男主太过土气，只会跟着人家的舞步走，完全配不上她这位艾丽公主。但艾丽莎却清楚地看到了男主的不同，她虽然不张扬，但总是恰到好处地扶住他，让他能够尽情展示自己的武技，而不必担心失去平衡。为了防止他动作幅度过大而四处游移，始终保持着与他的默契和协调。仔细想想，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他不出头露面，默默地在暗处为他人提供帮助，让别人有机会展现自己。艾丽莎一想到男主原来是如此优秀的人，就开心地笑了起来。舞会落幕后，男主毫不掩饰地夸赞：“不愧是你啊，艾丽莎！为了跟上你的舞步，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知道男主又在骗人，但艾丽莎并不打算揭穿他，只是以微笑回应。本以为男主会送她回去，没想到他直接拒绝了。他半开玩笑地解释道：“做了那种事的话，会被男生们一起干掉的。”然而，艾丽莎闻言并没有失望，反而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她迅速走上前，轻轻挽住男主的胳膊，调皮地说：“这是你喊我公主大人的惩罚。”男主也是无奈，只好冒着被其他男生围攻的风险，答应送她到教学楼。在路上，同学们纷纷投来惊讶的目光。艾丽莎脸庞微微发热，害羞地低下了头，但内心却充满了激动和喜悦。没想到与他人一同前行的日子，竟然会如此的温暖。没能想到，全校公认的高冷混血儿校花，私下里却是个小可爱。他以为废柴同桌听不懂俄语，却每天都用俄语对他撒娇。虽然他上课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偷偷玩游戏，但高冷校花就偏偏只喜欢他。自从与男主共舞华尔兹后，艾丽莎的内心便对男主产生了特别的情愫。第二天，她害羞地站在教室门口，迟迟不敢进去。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紧的，和平常一样，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强装镇定地走进教室，和男主打招呼。但当男主直呼她的爱称艾丽时，她的脸颊还是微微泛起了红晕。然而下一秒，男主的话却让她差点失控。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我忘记做作业了，能借我看看你的吗？”与昨天的浪漫相比，这突如其来的请求让艾丽莎一脸懵，而一旁的吃瓜群众还添油加醋，纷纷起哄。正经刚刚喊了她艾丽对吧？我没听错吧？现在赶紧拷问她。艾丽莎脸上闪过一丝不悦，冷冷地对男主说：“你这废柴，怎么可能借给你看啊？”说完，她就转过身，然后低声用俄语自言自语。明明她昨天那么帅气的。在那之后，男主依旧保持着以前那种没干劲的状态，但艾丽莎对他的看法却有了不小的改变。她发现与男主相处时，自己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不必与他争斗，也不必勉强自己。但偶尔，她会因男主始终提不起干劲的态度感到焦躁，对他那副无所事事的模样感到不甘心，所以自己才会偷偷的用俄语小声的捉弄他。姐姐玛利亚深信妹妹已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男主，但艾丽莎却否认。她确实认可男主的能力，也很信赖他，但是男主的懒散态度常常让她恼火。玛利亚则认为，如果男主平日里是很勤奋的人，以艾丽莎的好胜性格，肯定会想要与他竞争。但正是因为无论你说什么，怎么对待他，他都不会离开你，所以你才能够感到安心。艾丽莎虽然坚持声称男主只是她的朋友，否认对他的喜欢，但玛利亚坚信自己的直觉。她笑着说：“从朋友发展成恋人，这是很常见的呢。我和萨君就是这样开始的。”说着，她掏出胸前的项链，对着上面的照片露出甜蜜的笑容。该出手时绝不含糊的男生真的很迷人。萨君就是这样的人。看到姐姐这花痴模样，艾丽莎有点受不了。要秀恩爱的话，你能不能出去秀？我才不像你这样呢。而且约会接吻什么的，我根本没想过。看到艾丽莎害羞的样子，玛利亚忍不住上前抱住她。小艾丽真可爱。你听我说，约会接吻这些特别的事情虽然重要，但即使没有这些，只要和喜欢的人待在一起，相互接触，就会感到幸福。艾丽莎困惑地问：“具体是指什么呢？”玛利亚微笑着回答：“比如牵手，仅仅是两只手碰在一起，就会让人心跳加速。虽然会害羞，会想要哇的一声叫出来，但内心并不反感。”听到这里，艾丽莎想起了男主之前帮她穿袜子的情景，她决定验证一下姐姐的说法，于是请求姐姐也帮她穿袜子。虽然姐姐觉得有些奇怪，但还是照做了。然而，艾丽莎发现，当姐姐帮她穿袜子时，她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而回想男主轻轻触碰她脚的那一刻，她却感到心跳加速，脸颊微红。艾丽莎开始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她赶紧找了个借口把姐姐赶出了房间。独自一人的她开始思考，只是和男主待在一起，肢体有所接触就会觉得幸福。难道我真的喜欢他吗？这个念头让她紧张不安。某天早上，男主与有希在微信上正聊得火热，艾丽莎突然悄无声息地凑上前来，冷不丁地喊了一声喂，吓得男主脸色苍白，手机差点从他手中滑落。艾丽莎眉头紧锁，语气中带着几分责备：“你还想再被没收手机吗？”男主心中一紧，生怕他又来抢走手机，赶紧转移话题。他假装不经意地瞄了一眼艾丽莎的脚，然后说：“你的袜子滑下来了。”艾丽莎听到后，她有些害羞地转过身，缓缓地将袜子重新提起。男主看着她提袜子的动作，脑海中不禁闪过之前帮她穿袜子的温馨场景。男主怎么也想不到，邻座的混血儿校花以为他听不懂俄语，每天都用俄语对他说些露骨肉麻的话。看到男主和青梅竹马有戏有说有笑时，艾丽莎很是失落，她不停地用俄语喃喃自语：“理我吗？理我吗？”即使和男主背对背站着，她也在不停地说。然而，当有希问她在说什么时，她却表示只是在唱俄语歌，而歌名叫《传达不到的心意》。面对艾丽莎这一系列的骚操作，假装听不懂俄语的男主硬是把自己憋出了内伤。幸好有学生会会长突然的出现，他才得以摆脱这尴尬的局面。只是他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的事会让他更加不知所措。在整理完仓库后，
后，学生会会长为了表达谢意，邀请他们前往家庭餐厅用餐。两人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会长便直截了当的问男主：“我听有希谈起过你，他还说你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你不想加入学生会吗？”男主听到这个问题后，瞬间明白有希之前为何让他去帮忙，现在又恰巧遇到会长，他迅速转向有希，质问他：“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有希狡黠一笑，却装傻回避：“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会长热情地向男主详细介绍学生会的各个成员以及其职务，并提到目前学生会暂缺一个总务的职位，而且整个学生会只有他一个男生。他真心希望有过初中学生会经验的男主能加入。男主直接拒绝了会长的邀请，他解释说自己在初中时加入学生会吃过苦头，因此不打算再加入。会长继续劝说，强调高中学生会的诸多优势与好处，指出在贵族名校中加入学生会不仅是荣誉，也是未来身份的象征，它对于大学推免和个人发展都有极大帮助。会长和副会长更是精英代表，具有社会意义。此外，学生会领袖毕业后可加入由前辈领袖组成的联谊会，这个联谊会汇聚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大人物，为未来的成功提供了更多机会和保障。然而，男主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不为所动。他坦言，让我这种人来实在太浪费了，我现在没打算考征领大学以外的学校，也不需要和大人物们沟通的门路，我并没有那么强的野心和上进心。有希听后，撒娇的凑上前来，轻声细语道：“哥哥，别这么说嘛，我们一起参加学生会嘛，然后一起参选吧，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在学生会共事。”有希一脸期待地看着男主，希望他能改变主意。然而，这一幕在艾丽莎看来却异常刺眼，她看着两人总是如此亲近的在一起，心中翻江倒海。男主相信有希这次肯定能被选上学生会会长，毕竟他在初中就当过。但会长却表示，虽然有希是学生会会长的不错人选，但还有其他候选人，比如艾丽莎也对此位置有意愿。说到这，会长突然想起男主和艾丽莎是同班同学，便好奇地向艾丽莎询问男主的为人。男主在心里默默祈祷：“拜托了，艾丽，趁此机会帮我把有希对我的过度的评价拉下来吧。”艾丽莎原本打算称赞男主热心且有能力，但当她看到男主和有希之间亲密的举动时，心里就有些不悦。她脱口而出：“超级不正经，总是忘东忘西，上课也总是在睡觉，班级排名也总是从末尾数起比较快。依我看，他可能不适合当有希的搭档，也不太适合在学生会工作。”虽然男主被狠狠地说了一通，但他却暗自庆幸，照这样下去的话，会长一定会放弃让我加入学生会的想法。然而，有希听到艾丽莎对男主如此贬低，他感到非常不满。他辩护道：“这种话，作为他的青梅竹马，我可不能假装没听见。你对郑敬军的了解是不是还不够深入呢？”艾丽莎不甘示弱地反驳：“怎么会呢？我可是离九世军最近的人。”随着两人的对话深入，周围的气氛愈发紧张，火药味越来越浓。男主心中顿感不妙，看来今天避免不了一场大战。有希率先发起了挑战，他强调平时郑敬军只不过是没什么干劲罢了，但他有在好好避免挂科。艾丽莎则以邻座的身份回击，指出男主即使在小考中也经常接近补考的边缘。有希继续反驳道：“那也不过是在用最少的努力来避免补考罢了，而且他能在这个学员里不怎么学习就拿到及格，说明他本来就非常聪明吧？因为我从小和他就在一起，所以很了解他。”艾丽莎被戳中了痛处，但她不甘示弱，指出男主他虽然脑子好使，运动神经也不错，但是球技是完全不行啊。有希则平静地回应：“郑敬军确实不擅长球技，但除此之外他几乎是完美的。”经过一轮唇枪舌剑，有希突然亮出了一张王牌，他宣称拥有许多郑敬军小时候的照片。这招果然让艾丽莎感到挫败，但她决定不甘示弱，继续寻找证明他与男主关系更密切的证据。由于情绪激动，艾丽莎竟然用俄语说出了一些脸红心跳的往事。他帮我穿了袜子，我被他公主抱了，他还看了我的胖子。还好在场的人中只有男主听得懂俄语，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男主赶紧制止了这场无休无止的争执。然而两人冷静下来没多久，艾丽莎突然害羞地低下了头，用俄语轻声说道：“我是不是完全不了解九世军啊？”男主听到这句话，心中感到一阵无奈，心想这又是哪里来的漫画少女啊？痛苦的是，男主还要装作听不懂俄语的样子。晚餐结束后，有希由司机接送离开，会长则选择了乘坐电车。男主主动提出送艾丽莎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男主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艾丽莎此刻一脸冷冰冰的，明明早上在仓库里她那么拼命喊着理他。男主心想，这家伙估计真的只是在捉弄自己吧。他们还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一个发酒疯的醉汉。男主很绅士地与艾丽莎换了个位置，让她走在更安全的内侧。醉汉醉眼朦胧，看到两个学生这么晚还在外面，就开始无理取闹。他大声指责他们作为学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来晃荡，还批评艾丽莎的发色乱七八糟，小小年纪就敢这么臭美。艾丽莎原本已经对醉汉的无理言辞感到生气，但当醉汉开始侮辱他们的父母时，她再也忍无可忍。她停下脚步，狠狠地瞪着醉汉，低声怒斥道：“真是丢人现眼的大人！”醉汉被艾丽莎的怒斥彻底激怒，他挥舞着拳头，准备给艾丽莎一点颜色看看，而艾丽莎也毫不畏惧，准备与醉汉正面交锋。就在这时，男主突然挡在了艾丽莎的面前。却而校花意外地发现，他的同桌并非表面所见的那般废柴，而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天才。他不仅多次在困境中帮助他，更以他的机智巧妙地化解危机。在男主送艾丽莎回家的路上，他们遭遇了一个醉汉的无端辱骂，醉汉的言辞越来越过分，甚至开始侮辱他们的父母。艾丽莎愤怒地回击，醉汉被他的怒斥彻底激怒，他挥舞着拳头，准备对艾丽莎动手。就在这关键时刻，男主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挡在了艾丽莎的面前。原本以为男主会跟醉汉发生冲突，但就在下一刻，男主却一改愤怒的面容，面带笑容地对醉汉说：“好久不见，稽山部长，你这么
有精神真是太好了。众人一脸疑惑，不明所以。男主继续道，在我哥哥的结婚典礼上打过招呼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因为我哥哥说您是我们公司重要的客户，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醉汉听完一头雾水，完全不认识眼前的男主是谁。但当他一听到重要客户这个词，脸色立刻变得紧张。男主见状，趁势一把搂住艾丽莎，向醉汉介绍道，这位是我的未婚妻，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士，是我远远配不上的女士。醉汉立刻变得恭敬起来，尴尬的笑道，这样啊，确实看起来很聪慧。看着醉汉唯唯诺诺的样子，男主内心一阵冷笑，下一秒他面露怒意，语气变得严厉，可你刚刚却不是这么说。她的秀发是遗传自她外婆的父母，我认为非常漂亮，可总有些不明事理的人喜欢找茬，你说对吗？醉汉在男主的严厉目光下，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他连忙向艾丽莎道歉，真的很抱歉，我刚才的话说的太过分了，请原谅我。虽然艾丽莎并不想轻易原谅他，但不想给男主惹麻烦，他还是选择了息事宁人。男主让艾丽莎以后不要那么冲动，那样有可能会受伤的。艾丽莎却不以为然，我可是学过防身术的，自保是完全没问题。他侮辱了我的父母，就算是喝醉了我也没法原谅他。话说回来，你认识那种人很够呛吧？估计他在你哥哥的婚礼上也喝得烂醉如泥了吧？男主却一脸坏笑的回应，哈哈，那些全是我编的，我才不认识那种大叔，我也没有哥哥了。艾丽莎听后一脸震惊的看向男主，难以置信的问道，真的假的？你居然能一下子就编出那样的谎话？他接着追问，可为什么你要这么做？男主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我就是想让他给你道歉。听到男主这么说，艾丽莎害羞的低下了头，低声说，谢谢你帮了我。随后男主送艾丽莎回家，在离别前，艾丽莎突然问道，你真的不打算加学生会吗？男主有些无奈的回答，怎么连你都这么说呀？我这种懒惰的家伙怎么能胜任啊？艾丽莎显然不相信他的说法，严肃的再次问道，回答我。看到艾丽莎认真的表情，男主也是一愣，但他依然没有改变初衷，他坚决的回答，不会的，我没有加入学生会的打算。本来艾丽莎想说，如果我想你加入呢，但看到男主那坚定的眼神，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其实艾丽莎没说出口，男主从她表情也能猜出她的意思，她只是装作不懂而已。对我这种人有什么好期待的？不管是艾丽还是有希，明明我什么都做不到。到了晚上，男主做了一个很美好的梦，在梦中他回到了小学时期，在机缘巧合下，他认识了一个来自俄国的小女孩。她笑起来时，湛蓝的瞳孔和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耀，美得令人心醉。男主被她深深的吸引，每天放学后都迫不及待地跑向爷爷家附近的公园与她相见。男主一脸骄傲地向女孩介绍，那个真领学员是我爸爸和妈妈的母校，虽然他很难考上，但是凭我的成绩不在话下。女孩听后眼中充满了崇拜，好厉害呀，你真是什么都做得到呢。男主嘴上虽然谦虚地说着没有，但心里却是乐开了花。他喜欢听女孩夸奖他，这种鼓励让他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因此无论是学习、运动、音乐还是他不流利的俄语，男主都想与女孩分享。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转眼间就到了离别的时候，男主心中充满了不舍。女孩看出了他的难过，突然凑上前轻轻地亲了他一下，温柔地与他道别，那明天见了。就在这时，男主眼带泪光地醒了过来，这不仅仅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梦，实际上是男主记忆中深藏的一部分。当时的他因为父母关系不和，一个人被寄养在爷爷家，正是因为有了那个女孩的陪伴，他才不会觉得寂寞。那是他人生中最辉煌时期的回忆，但也是最痛苦的，因为关于初恋的记忆，他已经连她的长相和名字都想不起来了，甚至连那时候的上进心和恋慕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全校公认的混血儿校花，却偏偏只喜欢废材同桌。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情敌并非他所称道的青梅竹马，而是与他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妹妹。有希作为名门周房家的继承人，在外人眼中，他与男主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但实际上他却是男主的亲妹妹。在父母离异后，有希跟随母亲生活，在校园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大家闺秀的姿态。然而在面对哥哥时，他却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他会抛却平日的矜持和端庄，变得轻松自在，甚至有些调皮。只见他一脚踢开男主的房门，不等他反应过来，便欢快地扑到他身上，脸上带着一丝调皮的坏笑，轻声说道：“早上好呀，哥哥。”男主无奈地看着他，觉得这个妹妹真是完全没有一点大家闺秀应有的矜持。有希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她其实是个真正的阿宅。由于周房家奉行淑女教育，有希不得不将自己的轻小说和漫画周边全都藏在男主家里。如果有人知道有希的房间堆满了这些东西，恐怕会大吃一惊吧。但有希却不以为意，甚至觉得学生会的成员们如果知道这些，会觉得很有意思。提及学生会，男主就想起有希和艾丽莎之间的争论，他有些不满地对有希说：“你挑逗艾丽莎是不是有点过头了？”有希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因为艾丽莎同学气急败坏的样子真的很可爱，所以我就忍不住装作青梅竹马来试探她。怎么说呢？这确实激起了我的一种施虐欲，想想就觉得挺兴奋的。”吃完早餐后，男主和有希一起去看电影。经过2个小时的煎熬，有希对这部幻想类漫画的真人版电影感到失望，觉得它就像是 cosplay 大会一样。正当有希吐槽时，男主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从刚才开始，他就能用余光看到一些银色的东西。有希也感觉到了什么，迅速将飘逸的头发放下，恢复了在学校里那种温文尔雅的形象。男主透过玻璃橱窗发现了紧张兮兮的艾丽莎，他似乎在暗中观察着他们。他们并不知道，艾丽莎在看到他们从电影院一同出来后，心中已经泛起了疑惑，甚至开始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男主感到有些不安，他不想让艾丽莎误会，于是考虑如何巧妙地甩掉她。但有希却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看着男主紧张的样子，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突然，有希转身向艾丽莎打起了招呼：“这不是艾丽同学吗？好巧呀！”艾丽莎被这突如其来的招呼吓了一跳，她尴尬地回应道：“是啊，好巧，其实我不久前就注意到你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搭话。”有希轻笑一声，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他夸赞起艾丽莎的衣着：“艾丽同学，你的私服真好看。”
简直就像模特一样。艾丽莎这才注意到有希的穿衣风格与往常大不相同，她好奇地打量着有希。就在男主以为这场偶遇即将结束时，有希却突然爆料：“艾丽同学，你知道吗？我身上这件衣服其实是正经的旧衣服。”艾丽莎闻言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她虽然知道他们是青梅竹马，但没想到他们的关系竟然如此亲密。有希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她继续添油加醋地说：“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把他的衣服当做男友衬衫来穿了，他可是一点都不介意呢。”听到这里，艾丽莎陷入了沉思，似乎在重新评估他们之间的关系。接着，有希热情地邀请艾丽莎一起吃午餐。男主看出了有希的意图，立刻出言阻止：“你不会是想带她去那家店吧？她可受不了那里的口味。”有希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承认那家店的口味确实独特。然而，被晾在一旁的艾丽莎却表示不服：“我要去，无论什么我都能吃得下。”她的语气中透露出坚定与不服输。男主看着她，不禁为她捏了一把汗，而有希则是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似乎在期待着接下来的好戏。随后，他们来到了拉面店，这家店的名字霸气十足，让人立刻就能想象到它的辣度非同一般，浓烈的辣味就扑鼻而来，直逼艾丽莎的鼻腔，让她不禁流下了眼泪。有希见状，连忙劝艾丽莎放弃，这里的辣度对于不习惯的人来说，可能连呼吸都会觉得辣。我和正经因为经常吃超辣的店，所以已经习惯了。艾丽莎虽然被辣味呛得直眨眼，但她仍然嘴硬地说：“这点程度不算什么，而且我也不是不会吃辣。”然而，当服务员端上那份名为血池地狱的拉面时，艾丽莎的自信瞬间瓦解，红彤彤的汤汁散发着令人畏惧的热气，仿佛真的从地狱中涌出的火焰。她看着眼前的拉面，害怕的瑟瑟发抖，但又不愿在两人面前示弱。谁能想到，全校公认的高冷混血儿校花，私下里却是个小可爱。明明对辣味食物避之不及，但在情敌的挑衅和刺激下，她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挑战自己的极限。然而，仅仅吃了一口，辣味如同火焰般侵袭她的味蕾，汗水与泪水交织在她的脸上。艾丽莎的痛苦表情令人心疼，男主不禁有些担心，他轻声地劝说道：“你不用这么为难自己的。”然而，艾丽莎却倔强地回应道：“为难？你指的是什么？这非常的美味啊！”她的坚强与固执令男主无奈，同时也让一旁的有希更加得意。他继续挑衅道：“据说吃拉面的时候要先喝一口汤，才能品尝到其中的美味。”听有希这么一说，艾丽莎半信半疑地喝了一口，没想到一股更强烈的辣味瞬间席卷她的口腔，她痛苦地皱起了眉头，忍不住用俄语呼喊道：“嘴巴好痛！”男主见状，心中一紧，想要拿走她的拉面，劝她别再吃了，但艾丽莎却坚决地阻止了他，倔强地说：“我都说了很好吃啊！”看着艾丽莎痛苦却又不肯放弃的模样，男主最终选择了放手。艾丽莎继续吃着拉面，尽管辣得她眼泪直流，却始终没有放弃。她不停地用俄语抱怨着：“舌头好烫，身体也好热。”泪水和汗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听得懂俄语的男主内心也十分的煎熬。吃饱喝足后，有希去抢购他最爱的周边，而艾丽莎则一脸痛苦地坐在长椅上，显然辣味还未完全消散。男主见状，不禁心生怜悯，贴心地为她买来了冰淇淋。艾丽莎虽然努力装作能吃辣的样子，但她此刻的甜蜜笑容却暴露了她的真实喜好。男主看着她幸福地吃着冰淇淋，嘴角不禁微微上扬，心中暗自感慨，真是个爱闹别扭的人啊。男主回想起艾丽莎平日里总是那么固执，那么好面子，但是为了呈现出理想中的自己，却能独自一人坚持不懈地付出努力，那种全情投入毫不动摇的决心，简直和自己完全相反了。记得上初中时，有希曾恳求他帮助自己选举学生会会长，男主并没有拒绝，因为他深知有希肩负着周防家的期待，而他自己的离开，让有希不得不独自承担起原本应由他分担的责任。他觉得至少要成为他的助理，帮他实现愿望。为了帮助有希，他成为了副会长成候选人，并通过精心研究对策，成功将其他候选人一一击败。最终，有希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学生会会长，而男主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副会长。然而，当他看到选举失败的同学在角落里痛哭，诉说着自己辜负了家人期待的痛苦时，男主的内心深受触动。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梦想和目标，也从未对任何人抱有期待，却为了满足自己的赎罪心理，将别人踢下了会长之位。那一刻，他深感愧疚，觉得自己这种人才不配当学生会成员。尽管男主决定在任职的1年里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但1年后，他的罪恶感并未减轻。可能是因为在那天，他深刻体会到了努力却得不到回报的空虚和无奈。从那以后，他变得懒散起来，失去了曾经的觉悟和热情，变得无所事事，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努力。或许这只是逃避自我和责任的借口，自己可能本来就是这种人。正因为如此，艾丽莎才显得如此耀眼，那光芒简直让人有些眼晕。他忍不住问艾丽：“你为什么想当学生会会长呢？”艾丽莎先是一愣，没想到男主会突然问这个，但看男主认真的眼神，艾丽莎也郑重其事地回答：“因为我就是想成为学生会会长嘛，只要还有更高的目标，就要不断追逐它，这还需要理由吗？”男主听后无言以对：“是啊，只要还有更高的目标，就不能不去追逐它。艾丽莎这个人有着我无法拥有的光辉，充满骄傲、权力生活的人才会拥有这样的光芒，真是厉害，让人羡慕。但是那光芒让人感到有些担心。”男主提醒艾丽莎关于学生会会长的选举规则，要求和副会长候选人组队进行选举。你已经找到合适的搭档了吗？艾丽莎的回答果然如男主所料，我并不需要真正的搭档，名义上有个搭档就够了，我可以找人挂个名，之后我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去争取胜利。我想成为会长，这纯粹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和追求。看到艾丽莎突然低沉的样子，男主心里五味杂陈。这时，艾丽莎看向男主，突然情不自禁地用俄语说：“如果能和你一起。”刚说出口，他就立刻反应过来，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男主不禁松了一口气，幸好艾丽刚刚的自言自语是用俄语说出口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能听得懂。男主心想，努力应该得到回报，希望能有为艾丽的努力提供支持的人，不过那个人不是我，我配不上那光辉。两人沉默了2分半后，艾丽莎突然害羞地问男主：“等下你能陪我去办件事吗？”
是日俄混血的冰山美人，平时傲娇待字拒人千里之外，但唯独对男主例外。他会时不时用以为他听不懂的俄语对他撒娇。当他看到男主和青梅竹马一起去看电影时，醋意让他决定悄悄地跟踪他们。为了展示自己的好身材和魅力，他在男主面前不停地变装，只为展现他最迷人的一面。在与有希的吃辣比拼结束后，艾丽莎竟然邀请男主陪她去买衣服。男主走进服装店，眼前琳琅满目的女士服装让他有些尴尬，因为在他看来，陪女孩子购物往往象征着某种特别的亲近关系，而艾丽莎则显得轻松自如。她穿梭在衣架间，精心挑选着自己喜欢的款式。当她走进试衣间试衣后，店员热情地走向男主，误以为他是艾丽莎的男友。男友君，您可以去那边的沙发上坐着等一会儿。男主立刻澄清，不是的，我们只是朋友。在等待艾丽莎试衣的期间，男主不忘给有希发了消息，告诉他们现在的位置。换上连衣裙的艾丽莎害羞地拉开试衣间的帘子，期待着男主的评价。虽然姐姐告诉她男孩子就喜欢这种风格的衣服，但对方毕竟是九世君，她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如果男主没有反应，她甚至想好了给他一个教训。然而男主却出乎意料地称赞道，很适合你呢，这件衣服充满了清纯感，让人觉得很可爱。艾丽莎被夸得害羞地躲进了试衣间，内心既惊讶又欢喜。什么情况？他竟然狠狠地夸了我？他夸我可爱，那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能若无其事地说出那种话呀？而在外面的男主也感到十分难为情，我竟然一脸认真地说出了那种话，当着别人面说这种害羞的话，原来那么让人难为情。真亏艾丽同学总是干这种事啊！但我不能因此乱了阵脚，否则就中了他的计了。我总感觉他似乎有意在试探我，想让我动摇。不过话说回来，那件连衣裙确实很适合他，我相信男孩子都会喜欢那样的装束。一旁的店员看着羞涩不安的两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小声地和艾丽莎说，小姐姐，您方便的话。等艾丽莎再次打开试衣间的帘子时，男主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店员也兴奋地赞叹道，特别好看呢，我觉得这套衣服应该会很适合你，所以就试着帮你搭配了一下。艾丽莎见男主没反应，害羞地问道，九世君，你也这么觉得吗？男主的思绪早已飘到了远方，被艾丽莎这么一问，他立马回过神来，一本正经地评价道，不愧是艾丽啊，你的五官很立体，所以戴上大件的饰品也不会显得突兀，再加上色调相称的帽子和披肩，挺不错的穿搭嘛。面对男主的直男式的赞美，艾丽莎差点笑出声来，她打趣道，你是时尚评论家吗？而且我其实并不是想问你这个。随后艾丽莎突然害羞地改用俄语说，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她本以为男主听不懂俄语，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男主不仅听懂了，还直接回应道，我觉得很好看。这句话让艾丽莎的脸颊立刻变得通红，为了掩饰自己的害羞和尴尬，她急忙说要换下这套衣服，然后匆匆躲进了试衣间。在试衣间里，艾丽莎的心中涌起了许多念头，她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不，我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动摇呢？我听过那么多赞美，肯定是因为我长得漂亮啊。没错，九世君也就是个会夸女孩子的人，不过他还真是熟练，平时他都这么夸谁的呢？艾丽莎突然想起有希和男主之前的亲密举动，心中的醋意油然而生。她叫来店员，询问是否可以试穿其他的衣服。当她换好一套新的衣服再次出现在男主面前时，男主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心想，这也太在意有希了吧？难道他被激怒了吗？这就是所谓的胜负欲吗？看着一脸怒气的艾丽莎，男主赶紧称赞道，艾丽你本来就长得漂亮，身材也好，这种帅气的风格也很适合你。被男主这么一夸，艾丽莎开心地捂了捂脸蛋，心中暗自得意。为了继续得到男主的赞美，艾丽莎变得更加积极，她逐一尝试了店里各式各样的服装，从干练的职业装到可爱的学生装，再到高冷傲气的成熟御姐装，每一套都让她焕然一新。只要店里有的，她都忍不住想要一试，只为在男主面前展现更多不同的自己。男主看着艾丽莎不断变换的装扮，心中的羞耻心开始逐渐麻痹，他不断称赞道，真是太好看了，每一套都让你看起来如此迷人。得到男主的称赞，艾丽莎更加开心，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等看到最后一件要换的衣服时，艾丽莎犯难了，这是一件露背装，未免有些太大胆了。她一边不好意思穿，一边又想被男主夸奖，挣扎片刻后，她还是决定去试一下，说不定这次就能让男主小鹿乱撞呢。一想到这里，艾丽莎就立刻换上衣服，迫不及待地想让男主看看。可没想到，当艾丽莎打开试衣间的帘子时，眼前竟然是有希。艾丽莎瞬间红了脸，心跳加速。有希一脸玩味地说，哎呀，艾丽同学呀，你真是大胆呀，这种风格都敢尝试。被有希这么一说，男主和艾丽莎两人都感到无比尴尬，仿佛被捉奸在场，无地自容。艾丽莎飞快地拉上试衣间的帘子，用俄语小声嘀咕，好想原地消失。在电车上与男主和有希告别后，艾丽莎一回想起刚刚在服装店的那一幕，就感到有些无力，瘫坐在椅子上。她心想，我穿成那样，绝对会被当成不检点的孩子了。不过她很快又意识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俩会在同一个站下车？那两人果然不对，他们一定是还有地方要逛。艾丽莎试图自我安慰，但心中仍然难以平静。她突然想起有希曾经说过，她把男主的衣服当作男士衬衫穿，于是她好奇地拿起手机搜索了男友衬衫这个词，不查还好，查到的那一刻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见过如此炸裂的剧情，全校公认的高冷混血儿校花，却偏偏只喜欢废柴同桌，以为他听不懂俄语，却每天都用俄语对他表白，还时不时跟他撒娇。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情敌并非同桌的青梅竹马，而是他自己的亲姐姐。刚放学，男主收到妹妹有希发来的短信，因突然有急事，拜托哥哥替他外出为学生会采购，多少有点妹控的男主自然是不会拒绝的。随后他来到学生会时，会长热情地迎了上来，面带歉意地说，让你特地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就在这时，门外走进了一位美女，她温柔地开口，哎呀，你就是九世君吗？会长向男主介绍
绍道，她是玛利亚9条，学生会书记，是艾丽大1岁的姐姐，同学们都喜欢称她为学员的圣母。男主抬头望去，玛利亚果然是个大美女，不仅外貌出众，更有着温柔的气质，想要接近她的男生似乎数不胜数。男主的好基友也是其中之一，他曾悄悄告诉男主，玛利亚似乎有一个在俄罗斯的男朋友，两人异地恋了1年多，因此凡是向他表白的男生们，全都因为这个原因而被他婉拒。不过男主对玛利亚的了解仅限于传闻，艾丽也没怎么和他说过。男主向玛利亚打招呼，初次见面，9条学姐，艾丽一直以来都很关照我。玛利亚有些小激动地握住男主的手，叫我玛利亚好吗？你是小艾丽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啊。男主没想到他会这么开朗，这与艾丽的性格截然不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那我称呼您玛利亚学姐吧。这时一旁的会长对男主说，9世，你陪9条姐去采购吧，拜托你了。虽然会长的话听起来很平常，但他的眼神似乎藏有某种深意，这让男主心里有些忐忑。见玛利亚要穿外套，男主便主动走过去帮她提起了包。就在两人靠近的瞬间，玛利亚突然感觉男主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她轻声问道，9世君，你的名字是叫郑静吗？她低声重复了几遍这个名字。男主被问得有些困惑，但还是礼貌地回答，是的，我是郑静，怎么了？玛利亚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些唐突，便笑着说，没什么。随后她用俄语自语道，应该是我的错觉吧。男主虽然听得懂俄语，但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装作听不懂俄语的样子，好奇地追问玛利亚刚刚说了什么。玛利亚摆摆手，只是说没什么，我们走吧。说完，他没等男主就先行离开了。此刻的玛利亚脸上泛起一抹红晕，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随后两个来到了儿童礼品店，男主疑惑地问玛利亚，我们不是来帮学生会采购物资的吗？怎么到这里来？玛利亚微笑着回应，总是去那些专门店感觉没意思，我想给我们的学生会添加一些独特的风格。9世君，你也来挑点自己喜欢的吧。男主果断拒绝，我可不是学生会成员，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帮你拎包。然而他显然低估了女生的购物热情，玛利亚开始沉浸在挑选礼品的乐趣中。这瓶精油真香，全买了吧。他拿起一件可爱的衣服，又说，这件衣服看起来好可爱，很适合作为学生会的制服。接着他拿起一个会变色的玩具，兴奋地展示给男主看，你看这个，搅着搅着就会变色，好神奇。玛利亚的目光又被一只与艾丽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猫咪玩偶吸引，这只小猫咪和艾丽好像啊，还有这只是会长，这只是小有希吧。他兴奋地挑选着，仿佛要把整个礼品店都搬回学生会，再这样下去，学生会室就要变成童话王国了。男主无奈地提醒玛利亚适可而止。下一秒，玛利亚看起来有些委屈，她抱紧手中的小猫咪，轻声说，那我只带这只小猫咪回去，我自己留着。男主的善意提醒反而让他感觉像是自己做了错事。接下来的时间里，男主简直苦不堪言。玛利亚一见到心仪的玩具或美食，便兴奋地奔过去。对男主这个宅男来说，体力完全跟不上。他终于领悟了会长那句拜托你了的深意，这位学员的圣母真的是自由的有些过头了。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家茶叶店，玛利亚提议试喝红茶，于是他将手中小猫咪玩偶交给男主保管。男主的目光无意间落在了镜子中，镜中的他身上挂满了各种购物袋，还抱着个玩偶，这画面看起来真的像是在游乐园里看小孩看累了的老父亲。这时玛利亚转身向他招手，示意他也来尝尝这杯红茶。男主心中一阵悸动，难道这是间接接吻的暗示？他想起恋爱喜剧中的经典桥段，脸颊不禁微微泛红。然而当他看到手中像极艾丽的小猫咪玩偶时，他很快提醒自己，玛利亚只是学姐，这只是友好的邀请，他必须表现得自然些，不要让学姐看出自己的紧张。于是他走向玛利亚，准备接过她手中的茶杯。然而就在这时，服务员微笑着递给他另一杯红茶，这杯是给小哥哥你的，请慢用。男主尴尬地接过红茶，一饮而尽，并故作镇定地表示茶很好喝。等玛利亚去结账时，男主暗自懊恼，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实在是太丢脸了。然而他窘迫的样子全被玛利亚看在眼里，并用手机拍了下来，一脸坏笑地说，9世君好可爱呀，我也发给小艾丽看看。男主瞬间感觉自己的生命值归零，却而校花意外地发现，他的同桌并非表面所见的那般废柴，而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天才。虽然每天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在玩游戏，但每次在他陷入困境时，他总能够挺身而出，以机智巧妙的方式帮助他化解危机。为了留住男主这个人才，学生会会长说出了自己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这位才华横溢的会长曾经是个典型的阴暗边缘人，不擅长学习和运动，对上学也毫无兴趣。然而为了追求同年级2大美女之一的副会长，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他发愤图强，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成功加入了学生会。当男主听闻这个秘密后，他感到十分意外。在学员里，会长和副会长作为一对恋人广为人知，他之前一直以为两位都是精英，因此自然而然的相互吸引，成为了情侣。可没想到背后的真相竟然如此出人意料。会长忽然俏皮一笑，向男主摆了个耶，怎么样，动机不纯吧？一旁的学姐玛利亚也插话道，我也是被副会长邀请进学生会的，和你被小有希邀请加入是一样的。其实动机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能够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做事就好。为了某个人而成为会长，这完全没问题。面对会长和玛利亚学姐的劝导，男主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他回想起初中时期加入学生会的经历，一直觉得自己有负罪感，认为还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但此刻他感受到会长和玛利亚学姐的信任，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努力克制着泪水，郑重地表示会认真考虑加入学生会的事情。在学生会待了一会儿，男主才发现怎么都没见到艾丽。会长告诉他，艾丽去调解体育社团之前的矛盾，棒球社和足球社正因为操场的使用权而争执不下。因为两个社团都需要在操场训练，平时他们是每天轮换使用的，但每到这个时候，由于棒球社需要参加校际赛，他们使用操场的频率会高一些。但今年足球社也要参加
校际赛，所以他们希望棒球社能让出操场的使用权。显然棒球社对此表示不同意。虽然社团间的矛盾通常是副会长负责的，但他今天没在，会长认为这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就交给艾丽去处理了。听到这，男主不禁感到有些担忧，他心想艾丽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体育社团，果然发现棒球社和足球社的成员们正因为操场的使用权问题吵得不可开交。面对两边激烈的争吵，艾丽无助地夹在中间，一脸委屈。她虽然提出了解决方案，但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反而越吵越凶。此时在门外的男主目睹了这一幕，虽然他嘴上说只是顺路经过，实际上他比任何人都担忧。但他不是学生会成员，如果擅自插手，可能会损害学生会的面子。还是等艾丽去找会长或者他的姐姐玛利亚求救。可是以艾丽的性格，要她主动向别人求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时艾丽的心情随着她的方案一次次被否决而沉重，情况比她想象中还要棘手。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她作对。她开始陷入深深的自我反思，心中充满了迷茫和不安。她问自己，我究竟要怎么做，这些人才会听我说话呢？她想起了过去的自己，一直以来都没有去试着理解他人的想法，而是擅自将周围的人视作自己的竞争对手，高高在上的对他们一通说教，既不去理解他们，也不去贴近。这样的自己怎么可能打动人心呢？一想到这里，艾丽就无助地流下了泪水。她想到了男主，心中默念，如果是九世君你的话，又会怎么做呢？我没法像你一样和别人打成一片，所以变成孤身一人都是我自作自受。但是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谁都好，来帮帮我吧。看到已经哭得梨花带雨的艾丽，男主的内心也是十分煎熬。艾丽用谁都听不懂的俄语求助，这也太笨了吧。但正是因为这样，男主才没法放着她不管。随着教室大门的缓缓打开，男主如同救世主般的出现，他微笑着向众人打招呼，各位好，我是学生会派来帮忙的。学生会的杂物九十正静。看到突然出现的男主，艾丽十分震惊。男主给了艾丽一个请放心交给我的眼神，然后开始着手解决矛盾。大致的情况我已经从会长那里听说了，各位商量这么久真是辛苦了。我也有一个建议，不知各位觉得如何？考虑到需要变动的人数，我建议棒球社前往河岸练习，而人数较多的足球社则派出人手负责帮忙。话音刚落，双方又开始争吵起来。什么鬼建议啊？这不就和刚刚一样了吗？艾丽见状也是十分担心，生怕情况变得更糟。然而就在这时，一旁足球社的几个女孩子突然开口了，我们是足球社的经理，我们会帮忙的。艾丽听到后愣住了，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机。原本怒气冲冲的棒球社成员，在听到有美女愿意来帮忙后，也突然安静了下来，有些尴尬地说，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们也不再争执了，到时候就麻烦你们帮忙了。虽然足球社的成员们对此并不太乐意，但既然经理都开口了，他们也只能表示同意。看着最终达成协议的双方，艾丽有些难以置信地看了看男主，眼中充满了敬佩和感激。她好奇地问男主，你是如何想到那个建议的？我完全没料到会以这种方式解决。说起来，足球社经理站出来时，你似乎早就预料到。男主微微一笑，带着一丝调皮，嘿哎，被你看出来了呀。但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要保密哦。棒球社社长和足球社经理其实正在交往，我就是利用这一点，这样足球社能独占操场，棒球社又有女生帮忙，而那两个人也能在练习中享受时光，可谓皆大欢喜。艾丽听后恍然大悟，不禁笑出声来，原来你是在利用他们的私情啊！如果我是棒球社的成员，知道真相后肯定会气炸的。男主哈哈大笑，所以得保密嘛。不过经过这件事，艾丽对男主的崇拜又多了几分。她用俄语低声表白，你果然很厉害啊！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人，能够给出大家都能满意的答案。每次我遇到困难，你都能及时出现并帮我解决，我也要尽快成为这样的人。我要成为学生会会长。虽然他以为男主听不懂，但实际上他全都听明白了。只是妹妹有些也想要当学生会会长，要在两人之间做出选择，这对他来说真是个大难题。两人刚走出教学楼，便见会长正站在那里等待。会长看着两人，微笑着问道：“事情都谈妥了吗？”艾丽答道：“多亏了九世君，总算是解决了。”会长听后微微一笑：“这样啊，辛苦你了。”男主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带着一丝调侃的语气问会长：“全都是你计划好的吧？”会长愣了一下，随即回答道：“也不是了。”男主笑着说：“我还没说是什么事呢，看来是确有其事了。”被看穿了的会长只好承认：“哎呦，看来是瞒不过你了。那么怎么样？你想好了吗？”一旁的艾丽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两人在说什么。男主坚定地回答：“我想好了，还请准许鄙人九世正经加入学生会默席。”此言一出，艾丽震惊地看着男主，她完全没想到男主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混血儿校花，每天都用俄语对废柴同桌表白：“你好帅啊，我喜欢你”之类的大胆言辞，更是张口就来。只因她以为对方听不懂，其实对方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得知男主要加入学生会时，艾丽非常惊讶，毕竟男主曾坚决地拒绝过学生会的邀请。她难以置信地再次向男主确认：“你真的要加入学生会吗？”当男主给出肯定的答案后，艾丽并没有因此感到开心，反而心中五味杂陈。她鼓起勇气问男主：“这是为了和有希在一起才做的决定吗？”男主并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面色凝重地问艾丽：“如果我说是，你会放弃成为学生会会长吗？”艾丽闻言瞬间激动起来：“不会，就算对手是你，我也绝对不会放弃。”看着眼中有光的艾丽，男主满意的笑了笑，原来他只是故意套话，为的就是要看看艾丽耀眼的样子。对他而言，艾丽的骄傲与自信，乃至那份偶尔显得笨拙的直率，都是他所憧憬的。他缓缓伸出自己的手，目光坚定地说：“既然如此，我会让你成为学生会会长的，只要你想，我就会拼尽全力帮助你实现它。从此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孤军奋战，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努力吧。”男主的这番话让艾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男主真的太懂她了，好几次她都想鼓起勇气跟他说：“帮帮我，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吧。”但每次都是话到嘴边都说不出口。没想到男主竟然什么都知道。
头。激动之下，艾丽对男主说：“谢谢你，九世君。”随后他还用俄语加了句：“我喜欢你。”男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嘀咕着：“这不是我小时候经常看的俄国偶像剧里的经典台词吗？”面对艾丽的告白，他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笑着问道：“你刚刚说什么？”艾丽俏皮地眨了眨眼，轻声回答：“这是秘密哦。”看着艾丽那可爱的模样，男主一下子红透了脸，心跳也莫名加速。这种感觉就像是突然回到了初恋时期，那种青涩而又纯真的爱慕之心再次涌上心头。然而他的思绪只是短暂的飘远，很快就被一阵剧痛拉回到了现实。艾丽用力握住他的手，生气地质问道：“你刚刚是在想别的女人吧？”突如其来的痛感让男主失去了思考，他脱口而出：“你怎么看出来的呀？”听男主这么说，艾丽突然有些伤感，她低声说道：“真的是在想有希同学呀，亏你刚刚还说了那样的话。”男主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连忙解释道：“啊，不是啦，不是有希的事情。”但艾丽压根不相信，有希之前不是还穿了男友衬衫吗？想让我原谅你的话，就乖乖闭嘴，接受我这只手吧。哪怕男主解释男友衬衫真的是个误会，艾丽也毫不留情的一巴掌打了过去。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她赶紧伸出手去拉男主，关心的问道：“要不要紧？”男主还以为他是对此过意不去，没想到接下来的事让他愣住了。只见艾丽嘴角微微上扬，手用力一拉，啾的一声，艾丽亲到了男主被打的脸庞上。这真的是打了一巴再给一颗枣。还没等男主回过神来，艾丽傲娇的表示这只不过是贴面礼罢了。骗鬼呢，贴面礼不是把脸贴在一起就好了吗？但刚刚明明就是嘴唇。然而没等男主说完，艾丽转身就走，明天见了。艾丽的种种行为让男主摸不着头脑，是和往常一样在捉弄我的吧？难不成是认真的？不，怎么可能？但是那个时候他确实说了我喜欢你，他到底想干什么呀？真是的，艾丽哪怕用俄语解释清楚也行啊。